如果你关注近几年的物理学新闻，可能会看到一个看似矛盾的进展。一方面，科学家已经能用阿秒激光捕捉电子在原子中的瞬时运动，看到电子云如何在极短时间内重新分布。另一方面，扫描探针和量子传感技术让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到原子之间的作用力，甚至能直接绘制出电子云的形状。最新的实验一再提醒我们一个事实，物质的实体感并不是来自某种坚硬的内核，而是来自力的分布和量子规则的约束。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回答今天这个问题。原子内部 99% 以上都是空的，为什么世界却看起来如此结实？先从一个直观的比喻开始，把一个原子放大到足球场那么大，原子核只有中间一颗绿豆大小，电子则在看台最外圈活动，足球场中央到看台之间几乎什么都没有。这个比例并不是夸张，如果把一个氢原子放大到直径100米，原子核只有1毫米。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本能的疑问，既然原子这么空，为什么我靠在桌子上不会穿过去？为什么拍桌子会疼？为什么地板能拖住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被严重误解的词，空。1909年，卢瑟福做了著名的金箔实验，他让带正电的 α 粒子轰击极薄的金箔，结果绝大多数粒子直接穿了过去，仿佛金箔不存在，只有极少数粒子被强烈反弹回来。这个实验第一次揭示，原子并不是实心的，几乎所有质量都集中在一个极小的原子核里。于是人们得出了一个震撼的结论，原子几乎全是空的。从体积上说， 99.9999999% 以上都是空隙。但问题在于，我们日常理解的空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可以随意穿过，而原子内部的空完全不是这个意思，那里没有物质，却充满了力。卢瑟福当年提出的行星模型只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真正的电子并不是一颗小球绕着原子核转。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电子是一种波和粒子的混合体，它的存在形式更像是一团概率云。1926年，薛定谔写出了描述电子行为的方程，这个方程的解不是一个确定位置，而是一个概率分布。以最简单的氢原子为例，电子最可能出现在距离原子核约0.53纳米的地方，这个距离叫玻尔半径。但关键不在于这个数值，而在于电子并不只在某一点出现，它在整个空间中都有存在的概率，只是有的地方高，有的地方低。你可以这样想象，电子不是一颗在球场里奔跑的足球，而是整个球场同时弥漫着一种存在感，中间更浓，边缘更淡，但哪里都不是完全的空白。当两个原子靠近时，它们的电子云开始重叠。就在这时，一个极其重要的量子规则登场了，泡利不相容原理。泡利不相容原理拒绝亲密。1925年，泡利提出，一个系统中不可能有两个电子处在完全相同的量子态。听起来很抽象，但它的后果极其直接。当你用手按桌子，手里的原子和桌子的原子被迫靠近，电子云开始互相挤压，电子们不愿意进入相同的状态，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排斥效应。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电荷排斥，而是量子态层面的拒绝。这种排斥有多强？强到你用尽全身力气也无法让两个原子真正融合在一起。一个立方厘米的固体里大约有10的23次方个原子，每一个原子都在通过电子云和邻居互相顶住对方。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排斥，让固体保持了形状。所以当你拍桌子感到疼，并不是因为你撞上了什么实心的东西，而是因为两团电子云互相不让路。严格来说，你从未真正接触过桌子，你感受到的只是电子之间的拒绝。除了泡利不相容原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电磁力。原子核带正电，电子带负电。当两个原子靠近时，一个原子的电子会被另一个原子的原子核吸引，同时又被对方的电子排斥。这种吸引和排斥在某个距离上达到平衡，原子就稳定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化学键的本质。电磁力是4大基本力之一，它的强度远远超过引力。两个电子之间的电磁排斥比它们之间的引力强无数倍。这就是为什么地面能拖住你，不是地球的引力在支撑你，而是你脚底原子之间的电磁力在抵抗引力。上世纪中叶，量子电动力学把电磁力解释得更加深入，电子之间通过交换虚光子来传递作用力。这个理论的精确程度高得惊人，
是物理学史上最成功的理论之一。当你握住一个杯子，支撑你握力的是电磁力；当你坐在椅子上，拖住你体重的也是电磁力。宏观世界的坚硬感几乎完全来自电磁相互作用和泡利不相容原理。到这里，也许你会问，既然所有原子都这么空，为什么铁是固体，水是液体，空气是气体？答案不在于原子本身，而在于原子之间的距离和排列方式。在固体中，原子几乎紧密排列。以铁为例，铁原子之间的距离只有0点几纳米，它们通过金属键形成规则的晶格结构。电子云既不能让原子再靠近，又不允许它们分开，于是整个结构被锁定，形成坚硬的固体。液体中，原子之间的距离和固体差不多，但缺乏固定的晶格。以水为例，水分子之间的距离和冰非常接近，但液态水中的分子可以相对滑动，所以水可以流动。气体则完全不同，常温常压下，空气分子之间的平均距离是液体的10倍左右，分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空间中飞行，偶尔碰撞。这就是为什么空气可以被压缩，而水几乎不能。如果你觉得原子已经很空了，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中子星。在中子星内部，强大的引力把电子压进质子中，形成中子。没有了电子云，也就没有了泡利排斥力的支撑，物质可以被压缩到极端密度。1立方厘米的中子星物质，质量可达数亿吨。如果把整个地球压缩到这种密度，它的直径只剩下几十米。这说明原子之所以显得空，是因为电子云和量子规则在撑开空间。一旦这些规则被破坏，物质可以变得极其致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力支撑的世界。上世纪90年代，科学家用扫描隧道显微镜第一次看到了单个原子，甚至把原子排成了字母。这张图像震撼了整个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显微镜看到的并不是原子本身，而是探针和电子云之间的相互作用。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东西，其实你看到的是力。这种情况无处不在。你敲键盘，感受到的是电磁力；你站在地面上，感受到的是电磁力；你被人拥抱，压迫感来自电磁力，温暖来自电磁辐射。本质上，你这一生从未真正碰过任何东西。你所有关于实体的体验，都来自原子之间那层由力构成的边界。费曼曾说，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概括人类最重要的科学知识，那就是万物由原子组成。但这句话还可以再补充一句，原子之间全是空和力。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力，撑起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一切坚硬、柔软、重量与触感。世界看起来是实体的，不是因为它填满了空间，而是因为量子规则不允许我们穿过去。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如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